Hello， 大家好。曾经有很多人在频道里面问我，为什么从来没有拍过破失的房子到底怎么样？然后今天我本来是到宜家来买点东西，但是正好附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一个房子在附近有个 home open， 所以说今天正好有机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破失的房子到底怎么样。那就跟着我出发吧。好，我们就到了。这附近的房子都挺新的，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块空地哈。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就是这套房子。好，这房子走进来啊，2层楼的，这种破失的，现在新修的房子2层楼的很多。这前院不是很大，但老房子的话1层楼的比较多。这个房子的地应该大概也是300多吧，不是很大。然后这是进门的，这个不是样板间哈，这个是一般的交房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厨房的，包括一些洗手间的设备已经是完整的。这是一个储物间。然后这是一个单独的洗手间，这里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洗衣房。好，然后这个房间就是洗澡的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卧室哈，门口对着马路，看一下，对面的话也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 刚刚看了。这是一个储物间，这也是一个卧室啊。这个卧室对着马路啊，对面是 Woolworths 超市。好，往前面走的话就是这是它的客厅啊，这个是上2楼。这个房间，这个整个房子的话大概是4房，3个卫生间，还有2个车位。这里是楼梯间的一个储物间。这里是它的厨房。厨房的话，这些澳洲基本上都是标配，就是这个烤箱啊、厨具啊，还加上一些冰箱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好的。然后这个外面是它的院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它的后院啊。这个很窄啊，这一后院还是挺宽敞的。然后这个下去的话，应该就是车库。好，这个是后院过来之后，然后这里边就是车库啊。那边车库的话是从它不是前门进哈，这是后面。来看一下。这是它的车库，停2个车应该没问题。这个高度也可以，2米多，一般的大的 SUV 的话都没问题。哦，你看，就是它后面停车的就是这一条街，就过来单独的，跟前门不一样。Suki， 这个地有多大呀？这块地是302平方的，然后呢，建筑面积有288，所以实用率非常高了。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团队设计的，所以它的把空间利用的非常好，采光各方面都很好，完全没有浪费。这房子多少钱呢？现在的卖价是73万。73万。对。哦。那这周围的价格大概是多少？一般在75万到80万左右。75到85万。对，因为这里特别方便了，比较适合华人生活。旁边有宜家，然后对面是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。街对面走过去就可以，对，买杯咖啡、穿拖鞋就可以出去了。那这个房子算学区房吗？它就是配套很方便。那我们中国人真正讲的学区房的话，是指的是比较出名的小学、高中，是这样子来定义的。它这里是每个区它自己的有小学、有幼儿园、有公交车站，是很方便的。就是跟中国人定义的那种学区房有点区别。但是普通的要读书，还有个很好的幼儿园。哦，幼儿园不错哈。对对，当时那个房主买这里也是因为这里幼儿园不错。
所以说才特意买到北边，因为之前的活动空间都是在南边，再特意来北边，就是因为那个幼儿园才买到这里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，就是这个房主呢，他是非常年轻的中国的新一代然后他们移民过来时间不是很长，然后呢就是不太喜欢打理花园，因为真正打理花园的话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了。然后所以他们呢在设计这一套房子的时候呢，就尽量的减少了花园的用地，但是呢，其实它也留出了足够的可以开 party 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可以烧烤啊，有朋友来喝酒啊，所以或者是玩一下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就把草坪和养花的地方缩小了。这个其实就是华人特别喜欢的，不想打理花园的，对，特别方便，年轻人很省事儿哈。对，因为他之前其实有树，那些都全部是专门找专业就是除树的，把那个树都移掉了的，就是不想有太多的花园，因为花园和树太多的话，第一你要除草，第二的话你要不停的扫树叶树枝，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是真的很大的一个负担哦。家里有老人的还可以，但是年轻人基本上不会选择太大后院的房子。OK， 好，今天来这个地方的话，是因为我们这个珀斯只有一个宜家是在北边，那个还有一个叫 Costco 也是在靠近机场附近，所以说顺便来拍个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的话也是在离宜家比较近的一个地方，在北边。我住的是南边，相对来说的话，这边当地人的话住北边的会稍稍的多一点啊，所以说就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的话70多万，在我们珀斯的房价大概也就是在50万左右的吧，因为这房子比较新，2层的话，所以说会稍微贵一点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帮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